想象一下，你今天走在某条古老街道上，低头看看脚下，哎，这块石头可能几千年前就有人踩过。还是说，墙角那间卖咖啡的小店，几千年前其实是个卖骆驼的大市场？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世界上最古老的10座城市，看看哪里的人根本是活在历史课本里。这些地方不止比你家族族谱还要长，甚至见证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崛起。今天包准让你大开眼界，记得订阅，准备好跟着我穿越时空去看看这些超级不动产吧。第10名，贝鲁特。你知道吗？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从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营业了。你没听错，这座城市比很多神话故事还要老。想象一下，5000年前，这里的腓尼基人可能正在市场里讨价还价。这块铜板便宜点了，你看我每天都来捧场爷。然后小贩回他说，5000年后这块地还是商场，你现在凹价有屁用？贝鲁特不只是历史悠久，它还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，地震啦、战争啦，换了不知道多少批房东，但人家就是屹立不摇。现在这里是中东最时尚的都市之一，白天逛老城区，晚上去海边派对，一整个古今交融，超chill。你敢信吗？住在这里的人，家门口随便挖个地，可能都会挖出几千年前的陶器。这哪是住都市，根本住博物馆里啊！贝鲁特5000年屹立不摇，欢迎来这边当时间旅人。第9名，耶路撒冷。讲到耶路撒冷，是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。讲到他们，你是不是马上想到圣经、十字军，还有一堆历史老师爱讲但你听不懂的故事？但你知道吗？这座城市可是从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营业了。换句话说，早在埃及法老还在盖金字塔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这边已经有人在炒地皮问题了。耶路撒冷可是3大宗教的圣地，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都在这里留下满满的历史痕迹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里的房子可能住过古代帝王、罗马军团、十字军骑士，甚至可能有哪一块砖是摩西他朋友踩过的。这座城市的历史真的超级硬，光是被毁掉又重建的次数就超过40次。打个比方，你家的房子如果被拆掉40次，你还会想住在原地吗？但耶路撒冷的人就是这么坚持，要拆随便拆，老子就是不搬。现在的耶路撒冷虽然依旧充满各种纷争，但它依然屹立不摇，古老与现代并存。随便走进一家小店，可能你喝的咖啡，隔壁桌在讨论的就是2000年前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想亲眼看看历史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，先祈祷让这个世界和平，永远没有战争，那耶路撒冷绝对是你的必去名单之一。第8名，大马士革。讲到大马士革，你可能会想到什么？刀？对，因为大马士革钢超有名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座城市本身比它的刀还要更硬、更耐操，直接活了5000多年。从公元前3000年到现在的叙利亚，大马士革就一直有人住，活到现在还不肯退休，堪称世界最古老的有人居住城市之一。你说这种历史厚度，随便一条街上的石头都可能比你的祖先还老啊！古时候，大马士革是丝绸之路的超级重要中继站，各路商人、探险家，甚至马可波罗那种大咖，可能都在这里喝过羊奶，买过香料，抱怨过路太难走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座城市真的很抢手，埃及法老、波斯帝国、希腊、罗马、阿拉伯帝国，大家轮流来占领，感觉就是历史版的抢房大战。这块地我要了！不行，我们先来的，结果抢了几千年，大马士革还是大马士革，完全打不倒。虽然近代这里的情况比较动荡，但大马士革的文化底蕴依旧深厚，光是走在老城区就能感受到几千年的历史气息。如果有机会来这边，你可能会发现，随便找一家小吃摊，老板可能会跟你说，我们家这家店从公元前就开始卖烤肉了啦。第7名，苏萨。今天带你来到伊朗的苏萨，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多长呢？从公元前4200年就开始营业了。你没听错，4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个超级都市，甚至比许多国家的历史还要久。苏萨当年可是古埃兰文明的首都，后来波斯帝国来了，直接把它变成了皇宫所在地，等于说这个地方就像古代的天龙国，住在这里的人地位都不是普通的高。想象一下，
4000多年前的苏萨人可能一边喝着麦酒，一边在广场上八卦。哎，你听说没？国王又打赢一场战役了。然后隔壁的历史学家在石板上刻字，此事件将载入史册。更扯的是，这座城市真的经历太多王朝更替，埃兰人、巴比伦人、波斯人、希腊人、阿拉伯人，大家轮流当房东，但不管怎么换，苏萨都活下来了。要是这座城有灵魂，他一定会翻白眼说，换谁当老板都行了，反正我是不会搬走的。现在的苏萨虽然不像过去那样辉煌，但还是充满考古价值，随便挖一下可能就会挖到几千年前的遗迹。如果你是历史迷，来这里绝对会挖到宝。第6名，法尤姆，埃及。埃及，你是不是马上想到金字塔、木乃伊，还有法老戴的超时尚蛇形头冠？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在金字塔还没盖好之前，法尤姆这座城市就已经存在了，从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营业。法尤姆是埃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也是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。你可以想象，4000多年前的人在这里种田、挖运河，顺便跟尼罗河的鳄鱼博感情。哎，老兄，别咬我，我只是来灌个溉。这地方超级适合种田，所以埃及法老们特别喜欢，甚至建了各种华丽的庙宇来感谢神明给他们丰收。但古埃及人最猛的不是农业，而是他们的长寿文化。他们的房子可以住几千年，他们的法老可以变成木乃伊再活几千年，连他们的城市都跟着活超久。现代的法尤姆虽然没有金字塔那么抢眼，但这里还是保留了许多古埃及的遗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里还出土过很多法尤姆木乃伊肖像，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写实风格肖像画。所以法尤姆不只是埃及的农业之光，还是一个让你亲眼见证4000年历史的活古城。如果你来埃及，不只要看金字塔，记得也要来法尤姆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历史悠久。第5名，西顿。讲到黎巴嫩的西顿，你可能觉得这名字有点陌生，但如果你在公元前4000年问古人，哪边贸易最猛，他们一定秒答西顿啦。西顿当年可是腓尼基人的海上贸易中心，简单来说就是古代版的国际港口，传来传往，什么香料、布匹、玻璃制品通通在这边交易，连古埃及的法老都很爱跟西顿买东西。你就想象一下，如果亚马逊开在4000年前，那总部一定设在西顿。腓尼基人不只会做生意，还很会造船，全世界最早的航海大佬就是他们。古人坐着腓尼基船跑去地中海各地，建立了一堆城市，连著名的迦太基，就是后来跟罗马死磕的那位，都算是西顿的远房亲戚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西顿可是古代玻璃工业的发源地，最早的吹制玻璃技术就是这里发明的。换句话说，几千年前的西顿人可能就已经坐在窗边，一边吹着玻璃杯，一边喝着葡萄酒，享受他们的古代贵族人生。虽然现在的西顿不像以前那么风光，但它还是个充满历史感的港口城市。你随便走进老城区，可能会不小心踏在几千年前腓尼基商人的旧办公室里，历史的厚度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。所以如果你对古文明、海洋探险或玻璃艺术有兴趣，那西顿绝对是你该去朝圣的地方。第4名，普卢夫迪夫。讲到保加利亚的普卢夫迪夫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什么地方？没听过耶。但如果你问公元前6000年的古人，他们会露出你居然不知道的表情，因为这座城市已经营业8000年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当人类还在学怎么种田、盖房子的时候，普卢夫迪夫已经是个热闹的小都市。老居民可能一边烤着面包，一边跟邻居聊天。你听说没？最近有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子，房价又涨了。普卢夫迪夫历史真的超级硬，它经历了色雷斯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、拜占庭人、奥斯曼帝国，每个时代都有人来这里占地盘。换句话说，这地方根本就是古代欧洲的超抢手学区房，谁都想来插旗。特别是罗马时代，普卢夫迪夫直接变身成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还留下了超壮观的古罗马剧场，现在去还能看到。你想象一下，2000年前的普卢夫迪夫人可能边嗑着葡萄，边看着决斗士比赛，还顺便讨论这场比赛我压了5个金币，希望我的选手别太快被砍飞。现在的普卢夫迪夫虽然不再是帝国首都，但却变成了一个超有艺术气息的城市。老城区的彩色房子、鹅卵石街道，
走起来根本像在穿越时空。而且它还是欧洲文化之都，每年都有一堆艺术节、音乐会，气氛超 chill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去一个既有8000年历史，又能体验欧洲文艺气息的地方，普卢夫迪夫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。第3名，大马士革。怎么又是大马士革？没错，前面讲到它是古城，但现在要告诉你，它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城市。从公元前6300年到现在，这地方就像时间的钉子户，不管风吹雨打，就是不肯搬走。6000多年前，当我们祖先还在学怎么打猎种田时，大马士革的居民已经在这边开市集、谈恋爱、搞艺术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时的人可能就在那边说，我跟你讲，我家的橄榄油已经传了好几百代了，超级纯正。大马士革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，古时候这里就像个国际机场，各国商人、探险家都在这里集合，然后带着满满的宝贝回家。你想想看，马可波罗如果来过这里，一定会在游记里狂打5星好评。交通方便，商品丰富，烤羊肉串超好吃。而且大马士革不止交易发达，还是文化与宗教的中心，各种清真寺、教堂、古老的学术机构通通在这里发展，真的是学富五车，寺庙500的概念。虽然近代的大马士革经历了许多挑战，但古城的韧性还是让它挺了下来。现在的老城区依然充满人情味，随便进一家小店，老板可能会跟你说，我们家这个秘方已经传了6000年，你喝了保证能活久一点。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活的历史，大马士革绝对是你必须造访的地方。第2名，杰里科。如果你以为6000年的历史已经很扯，那我要告诉你，杰里科直接把这个数字翻倍。这座位于巴勒斯坦的古城，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，比你家族的祖宗18代加起来还要久。杰里科之所以能活这么久，关键就在于它的位置实在太好了。这里有丰富的水源，气候宜人，农作物种得超级好，所以几千年前的人就决定，这地方太棒了，不走了，直接定居，然后一住就住到现代。你能想象吗？10000年前的杰里科人可能正在围着篝火烤面包，结果他们的后代到现在还住在这里，可能只是把篝火换成了瓦斯炉，面包换成了披萨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杰里科不只是历史悠久，它还是世界上最早有城墙的城市。公元前8000年，人家就已经开始盖城墙防御了。你想想，那时候别的地方可能连房子都没盖好，杰里科已经开始搞地产开发了。历史书上还写着，圣经里的耶利哥城，就是以色列人吹喇叭然后城墙倒塌的那个地方，据说就是这里。你说夸不夸张？这地方见证了无数宗教故事，帝国更替、战争、贸易，但就是不肯退场，活生生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钉子户。现代的杰里科虽然比不上国际大都市的繁华，但它依然保有大量的历史遗迹，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塔楼之一。如果你想要亲眼看看10000年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，那杰里科绝对是你必须朝圣的地方。第1名，阿勒颇。终于来到我们的世界最古老城市冠军阿勒颇，这座位于叙利亚的传奇之城，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，甚至有人说更早。意思就是阿勒颇从石器时代开始营业，一直住到今天，妥妥的人类文明活化石。你可以想象吗？8000年前的阿勒颇人可能还在用打火石生活，结果他们的子孙到了今天，已经在用智能手机拍 TikTok 了。阿勒颇的历史就是一本人类文明编年史，谁来谁走，这里都见证过。苏美尔人、亚述人、巴比伦人、波斯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、阿拉伯帝国、奥斯曼帝国，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帝国他都住过。换句话说，阿勒颇这地方就像古代的5星级房产，谁占到谁就赚翻。而且阿勒颇的地理位置超猛，刚好卡在丝绸之路的关键点，几千年来商队络绎不绝，香料、丝绸、珠宝、骆驼在这边交易，热闹程度不输现在的华尔街。最猛的是，阿勒颇还有个超狂的地标——阿勒颇城堡。这个堡垒历史超过4000年，站在城墙上，你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经历过的战争、辉煌、衰落、重生，每一块石头都像在诉说故事。虽然近代阿勒颇经历了很多战乱，但它依然屹立不摇，证明了一件事：
真正的老城市不是活得久，而是能扛住一切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看看世界上最古老、最传奇的城市，阿勒颇绝对是你必去的地方。它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，更是时间洪流中依然屹立不倒的王者。怎么样？看完这些城市，是不是觉得自己住的地方超级年轻？这些地方不仅见证了人类的文明进程，还让历史变得如此生动。如果有机会，你最想去哪个古老城市走走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